大家好，今天要带大家穿越时空，走进唐代的郡斋，参加一场文人雅集。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凉风轻拂，苏州刺史韦应物与文士们围坐在一起，高谈阔论，饮酒作诗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他写下了这首清雅之作《郡斋语中与诸文士宴集》。闲话少叙，咱们先来品读这首诗的原文。兵卫森化戟，宴请明清香。海上风雨至，逍遥池阁凉。凡客尽消散，嘉宾复满堂。自惭居处重，未睹思民康。理会是非浅，性达行迹往。鲜肥属实尽，蔬果性渐长。浮饮一杯酒，养灵金玉章。神欢体自清，意欲临风翔。吴中圣文史，群宴金汪洋。方知大藩地，岂曰财富强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那份雅致的文人气息？接下来咱们逐句解读，细细品味诗中别样的韵味与深意。诗一开篇就把我们带到了苏州刺史官署的庭院中，兵卫森化戟，那些排列整齐的卫兵和画戟让整个场面显得庄严肃穆，而宴请明清香则反转了气氛，一缕清幽的香气弥漫在休息的书房中。这两句一个写外，一个写内，动静结合，既展现了官署的威仪，又透出了郡斋的优雅。紧接着诗人笔锋一转，从郡斋引入自然景色。海上风雨至，逍遥池阁凉。风雨从海面吹来，带着凉爽的空气，笼罩了池阁。注意这个逍遥二字，既是写环境的闲适，也是诗人心情的写照。烦躁的情绪随风雨消散，正是凡客尽消散。嘉宾复满堂，烦闷一扫而空，宾客们纷纷到来，场面顿时变得热闹非凡。不过身为一郡之长的韦应物并未完全沉浸在这份欢快中，他在宴席间突然感到一丝惭愧。自惭居处重，未睹思民康。他身居高位，却未能真正体察到百姓的疾苦，这份官员的责任感让他在雅集中生出一抹深沉的反思。然而文士们的才情又让诗人无比陶醉。理会是非浅，性达行迹旺。这场宴会打破了世俗的是非束缚，大家的性情都变得旷达，举止自然随性。虽然鲜鱼肥肉因朝廷禁令无法享用，但蔬果性渐长却让这宴席多了几分质朴的趣味。饮一杯美酒，听众宾吟诗作赋，那些金玉章般的诗句让诗人的精神为之振奋，以至于神欢体自清，意欲临风翔。尾声处，韦应物将目光投向整个苏州。吴中圣文史，群宴金汪洋。苏州不光是经济重镇，更是文化繁荣之地。才俊们的智慧和才情如同波澜壮阔的大海，让诗人由衷感叹，苏州的强盛岂只在于物质上的富庶，更在于这深厚的人文底蕴。这首诗从庭院写到自然，从宴会写到人生，层次分明，情景交融。它不仅是一次雅集的记录，更展现了诗人心怀百姓、热爱文化的高尚情怀。听到这儿，你是否也想和韦应物一起置身郡斋，品尝那雨中的雅趣呢？如果喜欢这次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还有留言。咱们下回再聊更多唐诗的故事。